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關心石油哦，穩定國際油價的大功臣。現在說中國大陸是不是扮演看不見的手呢？今天的另外一個焦點會來關心共和黨針對於川普的部分已經開始做倒戈哦，民調持續的探底。那麼美伊戰爭是不是讓川普會提前跛腳呢？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美伊完成的首次的首輪談判，那德黑蘭已經點頭了，說接下來呢，他會來同意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通行的時間這邊也講了，只會有60天而已。當然了，我們現在看到國際油價就跌到了4個月以來的低點，終於是回到了一個戰前的水準了。但是呢，大家也在看，有一點蠻奇怪的事情是，為什麼在這場戰爭爆發已經超過100多天的時間，油價並沒有如預期的，就是專家預期的，飆升到$200大關？現在在看說這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尤其我們看到北海布蘭特原油的部分哦，這個價格呢，5月份甚至已經正式的跌破了$100大關。所以呢，現在也指向來自於 CNN 所做的報道，他說中國大陸是美伊戰爭油價沒有失控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呢，大陸當時動用了它的這個石油庫存，並且呢，第二件事情它減少了進口，所以一直維持着市場的這個石油價格成為一個看不見的手。那麼再來就是接下來要觀察的是，那戰後呢，石油如果供應過剩的話，油價會不會大跌，也要看中國大陸所在這當中扮演未來的角色是什麼。那漢庭怎麼看？理論上，過去的石油進口國一旦遇到中東戰事的時候，油價上漲，自己會大吃虧啊，自己會很難過。結果現在呢 ，CNN、紐約時報、發信銀行這幾天呢，都把油價沒有漲得太高的功勞算到了北京頭上，說：“哎呀，要感謝中國大陸這隻看不見的手啊，過獎，客氣。”那為啥呢？第一個就是因為中國大陸之前油太多了，囤了非常多油，手上有非常多的戰略緩衝啊。尤其呢，美方還統計中國大陸儲存的油將近14億桶，是全球第一。對比呢，國家的戰略儲備，美國同期才4億桶，日本2億桶，所以中國大陸是美國的3倍多，日本的5倍多。而且這些油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就是從俄烏戰爭開打之後，俄羅斯的油打折，伊朗受到制裁之後，伊朗的油也打折。所以中國大陸在戰爭之前每天進口約260萬桶的打折油，佔總進口的22%，伊朗海上出口的80%。所以呢，俄羅斯的海運油一大部分都跑到了山東、浙江的獨立煉廠。那等到現在美國、伊朗打起來的時候，這批廉價的油呢，已經躺在庫裡面了，不用去現貨的市场去搶高價的油。那再來呢？這個中國大陸本來它從10年以前對於荷姆茲海峽依賴度高達70%，現在呢降到大約是4到5成，所以本來就依賴從俄羅斯、從中亞的陸上管線，已經避免了對荷姆茲海峽的完全依賴，所以海運被掐，大陸就感覺也一般。再來第三個很關鍵是大陸現在的電動化，自己把油的需求大幅砍半。根據 IEA 的計算中國大陸的新能源車呢，讓日均石油消費少了100萬桶。所以呢，每2輛新車就有1輛是新能源車，電動的這些車，那自然而然對於油的需求就沒有像過往那麼高。所以戰爭一來這一個結構就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而同時，大陸呢也同步限制這些汽柴油的出口保國內。那什麼呢？就本來他們的煉油廠開工率也在下降，少煉油也少採購，把整個需求端都壓了下來。所以呢，當中國大陸不急着到全球市場上去搶油，那反而讓整個全球油價給壓低下來了，讓美國跟歐洲的通貨膨脹沒有因為這一波的中東戰事整個上升起來。所以一開始很可能的華盛頓也想要看，北京你也會有能源危機，但反過來北京幫助了華盛頓壓住通貨膨脹。好，但是呢，我們也看到一方面這個美國內部也因為油價還是過去比過往的價格高了許多，所以呢，其實已經影響到了這個川普他的民調。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我們看到這個針對於這一次的美伊戰事，川普的各種針對於伊朗的行動，也同樣壓低了這個川普的支持度。我們先來看到最新的民調顯示，
示，川普的施政滿意度已經來到了新低點，34%，支持攻打伊朗的民眾在美國呢，其實只有24%而已。而且呢，現在呢，最新是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戰爭權利決議。所以呢，接下來川普得停止對於伊朗的軍事行動。當中為什麼會通過？另外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因為當中有4名的共和黨議員，他們已經倒戈了。成為這個戰爭權利法實施以來呢，第一次是參眾2院都通過這個決議，要求總統立刻的撤軍。再來，我們也看到共和黨內現在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哦，尤其是 MEGA 的代表人物前福斯評論員，他是塔克卡爾森表態了，說今年的11月其中選舉他不再支持共和黨。玉君怎麼看對於川普的警訊？對於川普來說呢，這2件事情呢其實是聯合在一起的，它變成一個政治上的陷阱，因為它不是來自僅僅民主黨對他的挑戰，它是來自於自己陣營的挑戰。我先講這個戰爭權利法，它總共50年有被投票了10次。這是第一次通過，但是我覺得這是有貓膩的。我認為這是川普自己用這個通過的法案呢，讓他下台的。因為那4個挑戰他的人呢，基本上是常常跟他唱反調，而且這貓膩是什麼呢？是50比48，就是說同意的50，反對的48。但這個貓膩呢，第一個就是 McConnell 他這個住院，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叫做 David McCormick， 他跑去跟川普一起參加一個政治的一個這個rally， 他們2個一起跑到外面去，所以如果他們2個去投票的話，是50比50。如果是50比50的話，副總統下來投這個 deciding vote， 那就會被否定。所以我認為說，川普他可能也想要就此下台了，因為他這個人對他來說，他永遠都覺得說啊，我在伊朗打仗我是贏的啊，那現在是你們這些 loser 叫我不要再打了，所以他的歷史定位，他並不是一個輸家，他永遠是一個贏家，這是第一個哈。第二個就是說呢，在 MEGA 內部呢，是不是有所謂的分裂的問題？因為在政治的保鮮期呢，它是非常短的。你看，就算是政治贏了，老布希他在波斯灣打了勝仗，他隔了1年他就輸了，因為老百姓問說你花了多少錢？川普在伊朗花了2.5兆的軍費，那我們剛才討論很多這個油價的問題，民眾就會把這些問題導到他的身上，說你造成我們物價的上升，這是為什麼 MEGA 內部對他有所挑戰。這一件事情會延伸成什麼？延伸成說他有沒有接班人的問題。那如果後面又有接班人的問題的話，他就不是只是 MEGA 的問題，是他自己內部的問題。最後我講，以我對於川普的理解哈，如果他真的跛腳化了，如果他內部真的對他有所攻擊了，或者是对他內部弱化了，他會變成一個更瘋狂的強人。他不但不會示弱，他只會另外找戰場。他不是已經宣布了，他今年要再去北京一次嗎？我猜未來川普可能就會到處爬照，一直到不同的國家去握手也好，或者是去買東西也好，賣東西也好。所以川普是不會在我們面前消失的，強人還是會是個強人。好，來，那幹哥要怎麼看？好，我覺得玉君講的完全對。現在其實 MAGA 這一群人他們在問一個問題：你花了多少錢？所以福斯新聞這個前評論員的 Carson 呢，他的意思很簡單，就是說，我一向都是支持 MAGA 的，我是川普最鐵粉的支持者。可我現在，我告訴你，我現在不知道支持誰了。你要叫我去投民主黨的票嗎？我也不會。可是我現在不知道，到底川普代表的還是不是美國優先的精神？那這一點就你要知道 ，Carson 在美國就是共和黨的選民裡面，他有指標性的意義跟作用啊，他可以帶起風潮的，他可以形成議題的，他是這種咖，他不是政治人物哦，他不是什麼黨代表或者是參議員，他不是，但是他每次一引起話題的時候，選民都會看說啊，你對移民問題什麼態度？你對於外交問題什麼態度？你對於什麼態度？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很有影響力的。結果他現在講說，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投給誰，我不知道，因為我發現我們現在的總統，他現在只在乎金主的利益、財團的利益、以色列的利益。那請問美國再次偉大的利益在哪裡？
這個問題也問得很直接了。我覺得 Carson 他會這樣子，這等於是倒戈嘛。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人，那更奇怪了，他叫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叫圖恩的。你知道川普叫他做一件什麼事嗎？就研究一下，來圖恩啊，好朋友，研究一下，我們現在要力推什麼選民身份認證法？選民身份認證法是什麼東西？這些移民有沒有權利投票啊？這些有色人種有沒有權利投票？你給我審核。你知道图恩回答川普什麼嗎？根本做不到，好嗎？我們是民主國家，你現在在幹什麼？對不对？你現在是在搞恐怖嗎？对，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們不可能去弄什麼選民身份認證法案，這是很奇怪，是倒退的東西，不可以嘛？对。那川普是氣得要死，然後你知道別人就想說，圖恩不要這樣嘛，你是參議院領袖，你就說我可以試試看。但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這樣總統聽起來也高興嘛，對不對？圖恩就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我說不能做就不能做，不可能就不可能。”就現在就搞到說，川普跟圖恩兩個同黨的，兩個人不講話，你搞到多氣，所以你就曉得說，他現在的施政滿意度已經退到了34%，不是沒有原因的，連自家人都在懷疑說，你這一路以來你做的樣子。當然，你可能在國際上面的你的能見度跟發亮的度是比以前的總統高，可是你花了我們多少錢？我們還不要講大豆農了，你知道現在很多大豆農叫他自己的小孩啊、兒子、女兒說不要再繼承家業了。川普再搞下去的話，我們這些種大豆的，你知道那些大豆農每一個最小都是1000英畝。